军崛起！我们八路军永远是共产党的军队！不好！敌人是想居高临下压制我们，好趁机突围。突围没门儿！团长，我带3营去抢夺老爷兵。好，记住一定要赶在敌人前头，夺取高地。好，放心吧。刘参谋，指挥组其1营和2营准备发起冲锋，消灭公路上的敌人。是。敌人比较多，战斗不会很快结束。我们包围了一个连队，687团一定要堵住敌人。
放心，哪怕就剩我一个，也不会放鬼子过去。先等一会儿，大营马上就来了，镇视平型关战场的口袋口，绝不允许放过一个敌人。是。 提着，帮我按一下。向前看，好，可以了。上，立正。哎，同志，这不能贴啊！为什么呀？我们要喝水啊！我们贴不妨碍你们喝水啊。那你也不能贴这儿啊。同志，我们先喝水再贴标语不行吗？我们在执行党的10大纲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知道重要。你这人这人横什么呀？你穿上这衣服怎么这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穿上了这个衣服，我才这个态度。战士们马上就要上前线，你们能不能讲讲道理？我们先喝。我们怎么不讲道理了？别吵了，怎么回事？旅长，他说先贴标语，不让我们喝水，就这么回事。我看见这白皮衣裳，就不想让他们喝水。你是嫌弃这身衣服啊？大家早晚都得穿上。陈旅长，对不起，现在部队换装了，我们有些同志心里不适应，有些情绪。我们的意思是，现在党的10大纲领发表了，这是和喝水吃饭一样重要的。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政治部宣传队的王新兰同志。你说的好啊，咱们学习党的10大纲领，就要和喝水吃饭一样重要。换件衣服不算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心是红的，我们是白皮红心萝卜。加油，看齐！
那我看你就帮他贴标语吧。是。旅长再见。好，再见。给我吧，搭把手。这还差不多。贴这儿吧。好。来，贴这儿吧。嗯。首长，您是哪里人啊？不要叫我首长，叫我萧华吧。萧华，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说过。啊哈，不可能吧？你说你们要上前线啦？当然要去前线。那要打仗了？当然要打仗，而且打胜仗。我们去那边。哎，走。我党的抗日救国10大纲领公开发表以后，社会各界的反应非常强烈呀，真是群情激昂啊！看来全国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了。这在中国政治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以前我们和人家争论要不要抗日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啊不用再争了。但是我们如何能赢得抗日的胜利呢？却依然存在着矛盾和分歧。确实如此。就拿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10大纲领来说吧，这第1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估计啊，南京的蒋委员长是能够接受的。第2条呢，全国的军事总动员，他应该还可以同意一半。可到了第3条，全国人民的总动员，这蒋委员长就要摇脑袋了。这个蒋介石啊，和我毛泽东一样啊，都是信上帝的。不同的是，他较某人信奉的是西方的上帝，是美国、英国的总统、首相们，所以他在政治上寄期望于外国的施舍，在军事上呢，实行的是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而我毛泽东的上帝呢，就在中国，是那些最普通、最广大的人民百姓。只要能唤起民众，依靠民众，实现政府和民众一致的全民族抗战，我们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可是，在南京的国防会议上，像蒋介石那样信奉西方上帝的人还是占了大多数的。对于我们的意见，他们根本听不进去。这就需要我们的八路军勇敢地走上战场，用我们的战绩来回答那些个怀疑派。主席说的对，我们120师目前在富平一带改编，预计5日内可实施开拔，由直川镇渡过黄河到达山西。我们129师主要是由原红四方面军的战士改编的，他们比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要晚一些，成分也比较复杂。我们计划一边整编，一边开展思想教育工作。这些同志们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队伍，中央对于129师的工作是充满期待的。你们啊，应该要尽快的完成出征前准备工作。主席、老总，我们129师这就去准备。那我们就先回部队了。主席啊，林彪的115师也已经准备完毕了。那我们去送送啊！走走。全体队友，立正。报告，115师奉命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昨天刚改编完，今天就要开赴前线了，大家辛苦了。哎，同志们士气怎么样啊？同志们士气很高，就是有些战士不愿意穿上新军装，他们嫌帽子上有个国民党的帽徽。你们要多做一些思想工作，让大家认识到这是新形势的需要。林彪，
听说你的干部也有些牢骚和意见啊？情绪是有一些。首先是军事部署上的，我军以往的军事原则都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可这次中央军委却要求八路军主力分别向不同的方向梯次主政，连我这个师长手边也只剩下1个旅，这怎么能够形成足够的打击力呢？这是第一，还有第二吧。红军的军事素质是众所周知的，过去我们曾以运动战的方式整师的消灭国民党精锐部队，现在也完全能以运动战的方式打击日寇。可现在军委却要求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而且作战任务也只是支援和配合而已，这实在是让我说来说去啊，其实就是2句话：想当正规军，不想当游击军；想打运动战，不想打游击战。我们也是为八路军的荣誉着想。如果不集中兵力打几场漂亮仗，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变成了游击军，这样恐怕会辜负了全国人民的期望啊！是啊，从正规军变成了游击军，从正规战转为游击战，这是个困难的转变，但这个转变却是必须的呀，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和发展，也关系到我党的前途。现在，我们的对手是十分凶悍的日本军队，我们目前基本只能发挥钳制敌人的作用，从而支持正面作战，同时抑制一下国民党上层的失败主义情绪。现在，中央政府已经转向抗战，可是广大的民众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到这场战争中来，这就成为国家现在的弱点和我们未来的任务。所以，仅靠正规军的作战是无法彻底解决问题的。我明白了，八路军不仅有军事上的任务，还担负着动员民众的政治使命。八路军的方针是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但也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不仅要在战场上拖住敌人，还要在敌后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林彪同志啊，多保重。是，多保重啊。是，保重，保重。出发！赵增。他们连夜行军，赶赴韩城，东渡黄河，正式投入到抗日前线战场。韩城啊，那是太史公司马迁的故乡啊。我看八路军此行也必将翻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啊。第115师作为八路军出师抗日先遣部队，从陕西省三原镇出发，率先奔赴山西，进入华北抗日前线。
松井将軍は首都南京を攻撃することを主張しておられる。しかし上海では戦争があり、事態は緊迫しておる。そこで我が国も2個の精鋭部隊を送るつもりだ。松井将軍にはその部隊の統帥をお願いしたい。よろしいかな。松井岩根を上海派遣軍司令官に任命する。昭和12年8月15日。Wow. 海伦女士啊 Haven't seen you for a while. Where have you been? Please sit down. 谢谢。Where have you been? I haven't seen you 好 for 久 a 没 few 见， days. 您去哪儿了？我们的部队正在改编，很快就要上前线了。我去看一看。 I just went to have a look. And what's your view now on the war in Shanghai? 上海的战事您怎么看？日本对于上海发动了进攻，标志着侵华战争的继续。上海是中国通往内地和国外的枢纽，也是日本进攻世界的开始。 I don't understand though. Why would the rest of the world care if Japan is only attacking China? 进攻中国为何是进攻世界的开始呢？海伦女士啊，你可以把我的话带给你们的美国总统。日本现在攻打中国，之后就是攻打西方在亚太的殖民地，最后呢，一定会攻打美国的。 And will the Soviet Union join the war? 苏联会参战吗？西方人始终认为世界的中心在西方，所以呢，他们的目光也总是盯着西方。东方发生的事情，他们不太在意。我认为苏联的眼睛应该盯着德国，但是日本也是一块心病啊。日俄战争，俄国人吃了不少苦头。我想这个仇啊，俄国人早晚要报啊。这是基于他们的利益和民族的性格使然，所以俄国人一定会卷入中日战争。But what is national character? 民族性格怎么讲？俄国人有一句话 There's a 很具有代表性。 which is representativ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苏联的土地虽然十分宽广，但是没有一寸土地是多余的。 You think in the end China will win? 你认为中国会赢吗？海伦女士啊，我今天是来看看你，不是来接受你的采访的哦。These cigarettes are for you. Please, one last question. 烟是送给您的，但请您再回答个问题。看来呀，我这毛泽东的话还不如你一包烟钱哦。No, no, your answers are valuable. 您的回答很宝贵，请。好啊，那我就收下了。哎呀，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中国人民一定会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And how long do you think the war will last? 战争需要多久呢？按照我的时间表，10年吧。 10 years. Really? That long? 真的会那么长？谁要想速胜，谁就注定了速败。日本人曾经说过，想3个月灭亡中国。我看这个人说话，还不如一根烟钱呢。 I actually heard that Shanghai wasn't doing that well. 可上海打得并不好啊。上海不是打得不好，而是指挥的不好。不管怎么说，中国只要打起来，那就是对的。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老话：“
We have a Chinese 东方不亮， When the east 西方亮。 the west will be bright. Oh, wait, Chairman, I still have more questions. 从陕北来之前，毛泽东同志就谈过中国抗战的前景。中国人民一定胜利，这是必然的，但是要经历一条漫长的路。我们料想，就算蒋介石真心抗战到底，上海也难守得住，所以只能沿着长江后撤。党决定派你到大后方重庆去，在那里建立我们的一个联络站，我相信将来一定能用得上。要记住，长期隐蔽。是，长期隐蔽。在电台侦听中，我们发现杭州湾一带有日本谍报人员的电台在频繁的活动。你的意思是，杭州湾可以停靠大型战舰，日本人会不会在那里展开登陆行动呢？你们要继续侦听。是。如果发现情况，要及时报告。是。这关系到上海的安危。下去吧。是。科长。局长，您要的名单找到了。太好了，快给我准备飞机，我要回南京，亲自向老头子汇报。情况都属实吗？情况都属实，校长。另外，他们在侦听中发现，王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与日本外交部有密切联系。不要惊动他们，但要密切的关注他们的动向。是。先日上海派遣軍松井岩根大将から増援要請の電報を受け取りました。さらに3個師団を増援することを要請いたします。閣下、上海にはすでに4個師団が投入されており、さらに3個師団を投入すると合わせて7個師団20万人を投入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品には10以上もの上海のような都市があり、したがって200万人必要となります。さらに都市よりも数十倍広大な農村があり、これを管理する人員も必要となります。特に申し上げたいのは、我々の主要な敵はソ連であり、今戦っている相手は2番手だ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1番手のソ連はまだ対岸の数を決め込んでおりますが、今は上海のことを協議しているのであって、モスクワではない。増援するかどうか議論しましょう。石原作戦部長は才能あふれる戦略家であり、日本の北進問題に注目している。石原部長にはソ連に近い満州に行き、ソ連の問題の研究に当たってもらいたい。了解いたしました。9月9日，日军沿军工路、淞沪公路和乐浦罗店一线发动强大攻势。9月11日，第15集团军右翼阵地被突破，遂退至罗店以南狮象公庙、浏河一线预设阵地。第9集团军亦转移到北站、江湾、庙行、温枣帮右岸一线预设阵地，与日军形成对峙。我が派遣軍は8月22日、
川佐港に上陸をした。もともと1週間で上海の戦いは決着するはずであった。だが宝山で我が軍の前進を丸9日も抑えて、その9日の間に4000もの皇軍が命をなくした。よく見ろ、笑ってい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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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ぞ。こやつを連れてきたのは諸君の怒りをさらに振り起こすためだ。日露の戦いの時、大和民族には死を恐れぬ勇敢なる精神があった。しかし今では中国の軍人の中にも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これではどう見てもこの甲板に立っている我々が能なしで、倒れているこいつが英雄ではないか。起步走！领电，向左向右转。起步走！马来兵进，马路开。革命军第18军98师293旅583团第3营中校营长姚子清。昨天，他和全营官兵在与敌寇血战9天之后，牺牲殉国，其志气之壮，此事之烈，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那边是宝山，是罗店，是英雄们战斗过的阵地，是烈士的丰碑。现在，我们要把姚兄弟送回去，送回到他的阵地上去安葬，去和他的弟兄们永远在一起。夺取宝山，夺取宝山，收复罗店，收复罗店，夺取宝山，夺取宝山，收复罗店，收复罗店。总司令，我以您的名义拟了份电文，报告了委座，我军已夺回了罗店。张治中无语、无泪，更无颜直面身前身后倒下的死不瞑目的将士。张治中决意辞职，
作别淞沪战场。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死敌，他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全国已经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现在宣誓。第120师、129师，随后也从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出征。八路军指战员昼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形成了日军进、国军退、八路军披星戴月上前线的抗战局面。同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刊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2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1937年9月16日，日军对南京进行了第1次轰炸，66架日军飞机分2批飞临南京上空。肆虐的轰炸中，6朝古都承受了旷世摧毁。委员长，还是赶紧进防空洞吧，危险的。Darling， 夫人，你怎么出来了？来了一份通报。哪个来的？日本上海海军司令官长谷川清。日本海军航空队以南京系中国军事活动之主要根据地，自为消除中国军队之敌对行动，早日结束目前敌对状况起见，将于1937年对南京以及附近中国军队及一切华军军事工作及活动之主要建筑予以轰炸及其他行动。日军已经轰炸了南京，马上将这一情况向延安汇报。好的。罗夫啊，老毛，你看看，日本已经开始轰炸南京了。轰炸首都，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讲，都是一件天大的事。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保卫首都。日本，这是想毁灭我们中华民族啊！战事越来越临近首都了，怎么办？准备迁都。南京不打了？你说南京打不打呢？打或不打，首都搬迁关乎军心、民心，这个弯子不太好转。这也足以让民众知道，我政府与倭寇抗战到底的决心。要让全体民众知道，日本是在亡我民族，首都可失，国之将存。
只要我民族不亡之心尚存，不在乎首都在哪里，所以打也是为了顺利的迁都。可是往哪儿搬呢？这个早有准备。淞沪会战爆发那天，刘湘就让子文带给我一封信，希望国民政府迁都四川。哦，这个刘湘倒是很仗义啊。昨天他还发了一份正式的电文，希望国民政府尽快的前往成都。为了表达他的真心，也是为了让政府放心，他力排众议，决定全体川军出川抗战。罗夫同志，你看我们要不要跟南京的恩来同志发个电报啊？好啊，首都的迁移是件大事，我们共产党啊，要积极的配合，努力做好搬迁的准备工作。对啊，我们的办事处也要跟国府一起走，无论他搬到什么地方，我们的办事处也就要搬到什么地方，一定要把抗日的大旗举到那里去。好。史估讲，迁都昨天还只是个计划，而今天上国川青的报告已经告诉我们，迁都是势在必行。我决定立即成立一个委员会，由何应钦担任主任，顾作同、刘湘为副主任。委员会的名字叫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根据委员长的指示，以下单位先行搬迁：国立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私立金陵大学、中央政治研究院为第一批名单。金陵兵工厂改成21兵工厂，搬到重庆江北簸箕石。20兵工厂、40兵工厂搬迁云南的安宁。负责这样庞大行动的水运力量交给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而故宫博物院13941箱文物，在院长马衡的精心组织下，早已于1933年就搬出了北平，这次也一块儿搬迁。诸位，眼下瓦东瓦北战事告捷，今天请诸位来，就是要想跟大家商议学校搬迁一事。为什么要搬家？难道战事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吗？战事已起，什么结果何时结束，谁也无法预料。让大家搬迁也是从长计议。我们已经成立了联合搬迁委员会，沿海的工业也要迁走。当然了，委员长最为关心的还是各大高校的搬迁呢。时下政府第一要务就是要转移高校和学生们，这是为国家和民族保留希望的种子。不仅是工厂和学校，必要时连首都也要搬迁呐。只要大家决定搬迁，所有的费用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搬了也好，日寇进攻天津，对南开持续进行了4小时的大轰炸，校舍被毁事小，我多年珍藏的典籍资料和教学设施毁于一旦，确实令人心疼啊。我先表个态，浙江大学响应政府号召，立即搬迁。浙大师生愿与国家共命运。作为浙江人，我为家乡的名校感到骄傲。北大也搬，清华大学也搬，南开也搬，中央大学也搬，大学也搬。辅仁大学陈校长，你的意思呢？我的学生大多在返校途中，
作为校长，我要留下来和他们在一起。委员长，仅上海一地，工厂就已达1279家，占全国比例1/3以上。目前难民涌动，再加上这些大学生，我们的运力安排，浙江大学博山运力这次徒步，我要把我的学生带出杭州，搬迁到安全地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你们2位的意思是？我要回到学校去跟校董会研究此事，你们放心，我们会很快讨论决定的。我们也会研究一下的。诸位，尤其是各位校长们，我蒋中正在此拜托大家了。中央研究院有10个研究所，私立女子文理学院也是历史久远，能列入第一批搬迁，政府做得对。中华民族不亡，首先是后继有人，其次是文化不死。我有一个建议啊，国立戏剧学校也要搬迁，这里有很多精英人才啊。我还要建议田汉、张瑞芳、金山等人能跟我们一起走。贵党能有这样的见解，让我十分敬重。不，吴先生倒是我们十分敬重的人呐。你的女子学院功劳很大呀，改变中华民族妇女的生存和教育程度，这是改变中国人的根本途径。您可是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啊！司令官殿、重要なお知らせがあります。伏見博義がラテンでの銃撃戦において南京軍の砲撃を受け負傷しました。毎日人が大勢死んでいる。負傷者はどうした？少し事情が違います。皇后陛下、長子様のいとこにあたる方です。ん？こちらが伏見博義です。待て。I didn't see the actual Chinese battlefield, but from the cremains that were shipped back from Shanghai to Yokohama port, it was easy to understand that the Japanese were struggling considerably in Shanghai. Furthermore, they will fall into a deep abyss. The hatred towards the Chinese is written on their face,
and they seem to have forgotten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initially started the war. 来自东京大本营的阴谋已然形成。淞沪战场上的日军各师团旅团长齐聚松井石根的指挥中心出云号旗舰，再次接受上海战事的作战命令。はいはい。これより上海作戦計画を発表する。怎么样？我相信在上海，除了我们斧头帮，恐怕不会有人用这么好的房子悬赏吧？哼哼，房子倒是不错。王兄，如果我炸不了出云号怎么办？我能得到什么好处？你万国明有胆量站出来，敢担这个事儿，炸掉炸不掉，这个房子都是你的。你回来了，它是你的私宅，壮丽了，是你的灵堂。等我消息吧。養鶏西岸の敵陣地を攻撃するのではなく、主力は南に旋回し、北より第9、第3、第101師団を第一線とし、大場付近一帯を攻撃する。また第8師団は養鶏線に侵入し、旋回して我が軍の主力の北面を援護する。なお第13師団を第2000兵団とし、我が軍の右翼後方を援護する。以上、配置した兵力による大場鎮付近の敵を攻撃し、蘇州川一線に侵入する。弟兄们，不炸沉出云号，誓不归！不炸沉出云号，誓不归！不炸沉出云号，誓不归！干！戦闘はすぐ始まります。司令官閣下、間もなく戦闘が始まります。中にお戻りください。その情報は確かなのか？確かであります。もし確かでも、そいつらは海のゴロつきだ。皇軍の大将が木舟を漕いでやってくる右豪の衆を恐れる必要などない。予定通りやれ。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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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
戻るぞ。司令官閣下、撃沈されなかった貴船に爆薬があり、自爆したようであります。このマントン級の軍艦にとりましては全く。大本営に報告いたしました。大日本派遣軍司令部は場所を変更し。場所を変更する理由は、まだ水の上は危険だというのか？違います。支那軍の陣地をすでに突破し、我が軍は台場、南昌へ進行中でありますので。よし。陈毅同志和湘云同志啊，一直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和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面了。对统一战线这个理解上啊，我想可能和我们有一些距离。我的意思是嘞，要不要让董必武同志联系一下，就让伯伯同志去和他们谈一谈。南方红军的整编，你的意见是对的，不要让一切军队全部都集中起来，集中3%，留下2%。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投降主义，以3%组成一个军。叶挺同志为军长，湘云同志呢为副军长，陈毅或者是刘英同志为参谋长。反对国民党安排任何人，游击区的改变必须由我们自己的人亲自去安排和传达改变指示。通知一下博古，看看叶挺同志最近能不能亲自来一趟延安。我也是这样想的。把咱们的谈话组成一个电报稿，发给博古和叶剑英同志。报告主席，129师来电。接收。小王同志的手还是蛮快的嘛。谢谢主席夸奖。全市人马、枪支弹药统计如下。这是一份统计表啊，你看看。写得非常详细啊。1937年9月，全市人马、枪支弹药统计如下：人员9367人，马匹445匹，骡子90匹。2. 步枪3412支，自动德式步枪539支，花式机关枪3挺，
重机关枪29挺，轻机关枪93挺，手机枪72支，另有迫击炮6门，刺刀55把。3. 步马枪弹药43012发，自动德式步枪弹2872发，手榴弹共计6051枚，手机枪子弹310发，炮弹67发。主席，看到这份电报啊，我这个心里头啊，沉甸甸的。一个师弟人，一个人连一支枪都分不到，甚至是连一颗手榴弹都拿不到手里，这让我想起2个词来，一个是相差悬殊，一个是殊死搏斗。我们现在和日军相差得如此悬殊，那也只能是殊死搏斗。告诉129师，要在运动战中学会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老毛啊，你这句话说得好啊，就这样发给129师，算是决战前的一个动员。对啊，同志们辛苦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啊，周副主席。发报这个人是王新兰。周副主席，您挺神呐！他发报的手法我熟悉。啊，电报纸给我。主席，您的电报。念吧。是。王新兰同志，王新兰同志给主席问好，前线的将士们想念毛主席。王新兰同志，你的名气很大嘛。这份电报是哪个打来的呀？这个电报是周副主席打来的，他的手法我知道。给周副主席回电。延安也惦记在前线的将士们。厉害呀！对呀。这是毛主席的电报。主席来电报了。电报是这样说的：你们的情况我很清楚，只要你们能把握住这一条，你们就会在游击战中消灭敌人。我相信刘伯承在明年再给我发电报的时候，在装备数字和人员名额前面再加1位数。毛泽东，请主席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保证完成任务。Sir, Minister Anthony Eden is outside here. I know. Bring him in. 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 Mr. Eden. As you can see, I'm about to go hunting. Well, my friend, are you going to hunt for a rabbit in your pajamas? my new hunting style. Well. Have a seat. Okay, thank you. Our friend Hugerson, the ambassador in China, has been attacked in his car by Japanese aircraft. Was it intentional?
Well, it's supposed to be an accident. The Japanese thought it was Chiang Kai-shek in the car. Instead, they shot Hugerson. How unfortunate. He is a good man. And he's a good writer, just like you. Yes, but that is not important.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Japan did not intend to do this, so it poses no threat to the UK. Germany has reoccupied Rhineland's demilitarized zone. It was obviously intentional. This poses great danger, not only to the Netherlands, Belgium, France, but also to the UK and Europe as a whole. Germany has violated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We should provide support to France and also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strategic balance in Europe. Well, what do you intend to do to what happened in China? Send them a protest letter. The war in Europe will break out soon. Britain should remain focused on Hitler's Germany and not be worried about Japan and the Far East. Der japanische Premierminister hat unseren Botschafter einbestellt. Er möchte Deutschland und Italien,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überzeugt, das Nanjing-Problem zu lösen. Ja, ich habe Japans Bitte akzeptiert und soeben ein Telegramm an den Botschafter. Die Chinesen sind entschlossen, Widerstand zu leisten. Die Friedensverhandlungen werden nicht einfach sein. Ist Ausweglosigkeit bei einem Scheitern der Friedensverhandlungen. Denn ansonsten wären alle Ressourcen Chinas in die Hände der Sowjetunion fallen und nicht der deutschen Kriegsmaschinerie zur Verfügung stehen. Herr Göring, Ihnen scheinen die Juwelen auf Ihrer Uniform zu gefallen. Lassen Sie mich doch ein wenig bei Ihrem merkwürdigen Hobby helfen. Ich habe ein Geschenk für Sie. Heil Hitler! Danke, mein Führer. ご承知の通り、米国はすでに態度を表明しました。次はおそらく英国と手を握るでしょう。また、ロシア人と中国人は利益が合致していますので、一緒に組むでしょう。そうなると、4つの大国、もしかしたら他の国も加わ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そういう状況下にあっても、大東亜を解放するという我々の決意はいささかも変わ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皆様にお伝えしたいのは、あらゆる問題にあたり、米国人の出方を考慮に入れていただき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ます。What do you think? Well, what I say is very simple. We have few interests in China, so why take the risk to fight against Japan? You mentioned interest. We don't have much interest in China. If China becomes territory of Japan, the U.S. will lose. If Japan becomes a major presence in China, Japan will be brave enough to say no to the world. Japan will wage war against us. Remember what I say today.「お母さん、姉さんのお見送りについてきてくれて僕も嬉しいです。英子の結婚式に出てあげられなかったから申し訳なくて、だからどうしても見送りたいのよ。私は英子の母親だから。お母さんとお父さんはもう姉さんを恨まないね。翔太郎、もういいわ。どうしたのですか？私は天皇陛下の民で白浜家の人間なの。翔太郎、見て。これは朝顔ですね。
朝顔の花ひととき。朝顔は朝早く咲いて日が昇る頃にはしぼんでしまうわ。若い時期も短くて美しいの。だから一生懸命花を咲かせないと、あなたの姉さんのように。お母さんもう行きなさい。私はここで待っています。姉さんに伝えて、英子のことも待っています。ずっと待っています。どうしてですか？どこの国の人間だ？日本人です。中国と日本で戦争をしておるのだ。お前は国を出られん。この旅券は外務省から発行された合法的なものです。日本の法令を知らんのか？国を出る若者には両親の署名が必要だ。僕たちは結婚したんだ。なぜ両親の署名が必要なんだい？貴様ら中国人に何がわかる？子供はいいがこいつはダメだ。お願いします。両親は同意しています。そうでなければ結婚などできません。邪魔をするな。とにかくダメだ。行け。邪魔だ。姉さん、姉さん。翔太郎、翔太郎、ここよ。姉さん、翔太郎。姉さん、姉さん、姉さん、どうしてください。翔太郎、まだ乗船してよかった。間に合わないと焦ってた。ちょっと問題が起きて、あの方たちが船に乗せてくれないと。分かった。親の署名が必要だね。両親からことづかって持ってきた。すいません。見てください。親の署名です。私の姉だ。白浜英子と。お願いします。僕は彼女の弟、白浜翔太郎です。信じてください。どうしてください。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です。よし、いいだろ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姉さん、姉さん、ありがとう。お気をつけて。翔太郎、ありがとう。元気でね。姉さん、どうかお気をつけて。くれぐれもお気をつけて。急いで。早く早く。順番だ。姉さん、姉さん、姉さん、翔太郎、姉さん、どうかお気をつけて。翔太郎、姉さん、よし、ありがとう。ヘイ、どうも。はい、どうぞ。Because of the war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revolt was provoked severely. The everyday hatred was also sparked while the assassination of the Japanese nationals happened here and there. These actions then aroused the hatred of the Japanese towards Chinese people. The war was like a devil, set both the countries on big fire. 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以闪电式作战向山西发起攻击。仅20天，东条英机部即占领了天镇、阳高、大同等城市，控制了平绥铁路大部。百元第5师团控制了涿鹿、阳原、玉县、广陵、灵丘、涞源等地，企图突破晋军内长城防线，使第2战区在晋西北的正面全部暴露。
藤原、あんたなんでここにいるんだ？お忘れですか？俺は今関東軍参謀次長です。参謀長殿が金主勲章を受章されるというのに、そのお祝いに駆けつけない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でしょう。天皇陛下の恩賜によって猛強兵団司令官関東軍参謀長東条英機中将に甲2級金主勲章を授与するものであると。陛下の恩寵に心より感謝申し上げます。当初の計画では我が軍の任務は両翼の援護でありました。しかしながらなぜ単独で決断し三世に侵攻したのでありましょうか。それは歴史、中国の歴史をお話し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歴史的に中国人は南から北への攻撃、あるいは東から西への攻撃は恐れを持っていません。最も恐れられたのは蒙古から三世に入り、漢中を経て南西部に攻め入ることでありました。これはなぜでありましょうか。おいおい、これはあなたが教えたことではないか？そうだ。あの時奴はあの手帳に書いていた。なぜならばこの道は秦の始皇帝が中国を統一した道であり、魏の国が三国を統一した道であり、蒙古フビライが南宋を滅亡させた時に通った道であるからであります。もしも南西部と湖北、湖南を一挙に攻め落とせば、南京や上海に攻め入る必要がありましょうや。主席，刚刚收到朱老总和任弼时同志的电报，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他们建议115师活动于玉县，牵制敌人转向平汉路；120师意向五台山，向富平方向集结。最后把陈伯钧359旅的一个团陈先锐团派往大同西南地区。再有，他们希望129师全速推进。朱老总，现在什么地方啊？朱老总、任弼时主任、邓小平副主任、左旋副参谋长，今天东渡黄河，从韩城出发，抵达山西的万荣城。金军呢，放弃大同，随缘全进，实际上已经失去。我判断，日军会以重兵进驻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那么，八路军的3个师再集中于晋东北，就失去了意义了。现在是这3个师如何的摆法。
115师进东北，120师呢进西北，129师啊进东南，以太行山脉为活动中心。给朱德任弼时发电报吧。沿平绥路西进的侵华日军占领大同后，分兵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挺进，企图进逼太原。此时，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由玉县、广陵、浑源、大同后撤的晋绥军沿内长城布防，以阻止日军前进。我八路军第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率领下，开抵平型关地区集结，待机歼敌。朱老总，主席电报，给我看看。朱德、任弼时、彭德怀，日军总的战略方针是采取大迂回，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友军侧背，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最后完成夺取华北5省之目的。为使我军在战略上主动，将3个师由集中配置改为分散配置，将总部移至太原附近，依情况决定适当位置。看来主席把大的战略方针都分析清晰了，那就进太原。进太原。朱老总，周副主席，哎呀，老彭，一路辛苦了，辛苦不辛苦啊？你来了就好了。现在形势很紧急啊！两位老总都到齐了，我们商量一下吧。好好啊，我觉得你先看看这个，我们一定要贯彻好啊！雪峰同志，啊，少奇同志，刚才我们还说起你呢。哎，我说恩来同志和几位老总到了没有？到了，已经到了。太好了，赶快带我去见他们，我还有好多话跟他们说呢。好，那边走。同志们，从8月25日的改编到今天，我们完成抗日前线的集结不到20天，这只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决心。有一次，蒋先生问我，部队从改编到开赴前线需要多长时间？我说1个月，他不相信呢。现在我们只用了20天。这一点呢，阎锡山是很高兴的。自从我们来了之后啊，已经派人捎了好几次话了，说是一定要请大伙儿吃饭的。我们八路军到了这里以后，晋军士气大增，这里的老百姓呢心里也有了底。我还是那句话，早上战场，严谨用兵，寻找战机。抗日斗义，抗日斗义，抗日斗义，抗日斗义。都跟上！报告，都跟上，跟上！聂副师长，前面铁路正在修，第2战区严长官告诉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走一会儿停的，看来这严老仙儿连铁路都没管好啊！快，兄弟们，快，跟上！你们去哪儿啊？你们去哪儿？我们去前面，前面全是鬼子，都是飞机大炮，厉害着呢，还有坦克车，火力太猛了。那你们怎么撤了？这是上级命令，兄弟们都快点，快点！看来要做好思想准备，这次面临的是一场大仗。
南高戦役以来、我が第5師団は東条兵団とともに平水線の両側に沿い西側を攻撃してきた。しかし今や東条の戦績は顕著、確々たる戦績が上がっているのに、我が方の戦績はどうなっている？司令官殿の責任ではありません。東条英機の猛強兵団は4個の団、我が兵団は南方戦線に旅団を振り向けられましたので、1個旅団しか残っておりません。半分の旅団で東条部隊と並行して進軍しているだけでも大変なことであります。半分の旅団だと？半分といえども濃い兵団だ。東条が一挙に大道を落とせるなら、我が軍は半分の旅団で大元を落とせる。中国人に我が板垣師団の名を知らしめるのだ。目下のところ第二戦区の中国軍主力は東条兵団により関門間一帯に釘付けになっておる。我が軍は矛先を急いで移し、高麗霊郷の敵を叩き潰し、一挙に平家間を落とし、三世の西北に口を開くのだ。三浦旅団長。はい。霊郷平家間から判事、源平からの進行経路はわしが数年前に五台山を観光した時に計測してある。21旅団が平家間を攻める際は図の指示の通りに前進し金庫を奪い取るのだ。はい。新庄連隊長。はい。今回は長い距離を進み遠くで戦うことになるから、軍事物資の輸送はさらに重要となる。必ず物資輸送の安全を確保せよ。はい。いいか、第一目標は平家間だ。这条狭窄的道路向东延伸到哪里？一直到灵丘县东河南镇。大概有多长？10多公里。这个大棺材装他几千人，没问题。师长，您怎么想？看看友军怎么想。我认为，进攻平型关的日军，不是板垣征四郎的主力，而他的主力必将利用铁路之便，向大同集中，南攻雁门山，而雁门山仍是主战地带，所以我不主张把敌人放进平型关，应该由高鬼子的第17军挡在关外，加以歼灭。敌人的主力仍在大同俱乐部一线，况且傅作义的35军尚未集结到樊志以东的主阵地，在那里构筑工事也非一日之功，把敌人放进平型关，难收夹击之效啊！就这么定了，固守平型关。
我らの当面の敵は新軍第33軍の一旅団ですが、奴らは白崖台、漢江、西高の各地で陣地を構築中であります。左手はどこの部隊だ？新軍17軍84師団251旅団であります。よーし。しっかり持ってよ。何を話していたんだ？頂上がどれほど長いか話しておりました。で、分かったか？いいえ、分かりません。教えてやろう。長さは日本を二回り取り囲むことができる。長すぎる。聖戦が終われば頂上の石を関西に持ち帰り、うちの前に置いて記念にします。砲撃せよ！会上说的是固守平型关，会后又变成了固守雁门关。阎锡山的这一关之变，使日军第21旅团有了长驱直进的机会，也使平型关一线守卫塞沟的晋军第251旅失去了左右拱卫、前后依托。喂，陈旅长吗？陈旅长，我是高建白，我请求你抽调一个团支援我们一下，我们的战士伤亡太大了。再这样下去，我们很难守住这个阵地。高旅长，我们也没有办法，不能动一兵一卒。喂，陈旅长，喂！186钢铁又丢了。命令预备队务必给我夺回来！预备队已经打完了，奋勇队刚上去，打的就剩8个人了。在家门口打鬼子，晋绥军明白，不好好打一仗，谁都无颜面对山西佛门。自打北平天津陷落，东条英机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闪电式攻陷大同，板垣的第5师团连连突破西北防线。阎锡山挂帅的第2战区，太需要一场提振士气的胜仗。第33军军长孙楚不顾前线旧怨，向第115师师长林彪求助来了。此时的八路军第115师已决定主动发起平型关战役，自然欢迎每一路联手打鬼子的友军。请孙将军介绍一下敌情吧。好，我向诸位介绍一下战况。总的情况呢，我们所面临的敌人是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而攻击平型关的是他的第21旅团。本来我们估计他们的主力将会沿着铁路南下，没想到的是，他们沿着公路一路攻击过来，我们的损失很大呀。平型关守不到2天了。如果我们115师在平型关外设伏，贵军会出动多少兵力？第15军、第17军、第33军可抽调12万兵力。好，希望我们密切协同，精诚团结。首长，115师电报。好。什么情况？主席，115师的电报。你看，今晚以3个团集结染装，准备配合友军侧击该地。另一师直属队及独立团出动于林丘以北活动。看来我们115师真赶上了，主席， 115师来了电报以后，马上给我。
因为他们已经行动了。是。日军的第21旅团是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的主力，加上辎重第5联队，一共是1万人。而第2战区派出兵力7万人，7比1。地形大家都看过了，下面大家都说说吧。看来师长想在平型关布一个大口袋，那我们343旅就来收这个口袋。西桃村和蔡家峪以南的这个高地很重要，战斗一旦打响，敌人肯定会抢占这里，把我们344旅就放在这儿。还有，我们115师在平型关外包围住日军，来源和广陵的日军会前去增援。杨成武，有，你的独立团就顶在这里。是。还要强调一点，老爷庙是制高点，敌人肯定会抢占的。杨勇，有，一定要注意对老爷庙的控制。是。抗战以来，我们中国军队还没有取得过一次完全的胜利。卢沟桥、长城，现在上海打得难解难分。我们中国共产党既然促成了统一战线，还需要有漂亮的仪仗，八路军的仪仗。师长，属于我们115师的仪仗。对，这是我们115师的第1仗，要靠我们自己打出我们八路军的威风。现在开始对表。我的时间24日24时进军平型关。平型关到关沟到东河南镇，一条弯弯曲曲10余公里长的公路上，靠南侧的山地边缘上，隐伏着八路军第115师大半主力。第343旅686团位于白崖台附近，左侧是685团，右侧是344旅687团，口袋底则是晋军的独立8旅。687团断敌退路，并负责打援；688团为预备队。林彪命令各参战部队于25日0时出发，迎风冒雨急行军，拂晓之前，部队准时到达指定位置。好。343旅686团刚刚报告，他们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就在我们前面。344旅呢？344旅吗？什么？你们只过来了一个团？344旅被山洪挡住了，他们只过来了一个团，有些战士被山洪卷走了。什么意思吗？师长，这样的天气，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344旅的其他部队是不是不要再强渡了？再等等。同志们，我们的战斗口号是什么？勇敢冲锋，刺刀见红。对，勇敢冲锋，刺刀见红。我们一直都是红军的猛虎部队，现在到了抗日的战场上，更要发扬敢打近战的优良传统，要面对面硬碰硬的干。
让小鬼子好好领教咱们686团的厉害。团长，团长，刚才师傅打电话过来，让我们派一个营去防守老爷庙。这公路对面的老爷庙用那么多部队去守吗？对嘛，我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嘛。这老爷庙距离那么远，就算敌人的火力够得着我们，也没有太大危险。我这攥了拳头要打近战，这还要派一个营的兵力去那么远的地方守阵地，这明显不划算嘛。是，团长，这位是2战区派来的新闻官，鄙人是第2战区长官部派来的，奉严长官的指令，来报道贵军的战场动态。这严长官还真气派啊，还派个照相的来。好，来，拍一张。准备好啊！你也看到了，平型关地势险要，而我们眼前的这条公路呢，更是重中之重。好，好。师长，685团杨德志报告，全团已经在新庄、百里庄一线进入了伏击阵地。我们都准备好了，明白今天的任务了吗？明白，扎紧口袋阵，不让一个敌人跑掉。这场伏击战的阵地足有10多公里长，前面依次是685团、686团和我们687团的其他部队，而你们9连就是扎紧着口袋的绳子。能不能彻底歼灭敌人，就看你们今天的表现了。请副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首长，你放心吧，这是咱们出征抗战的第一仗，一定得打好。对。这一仗事关八路军的威名，取胜不去败。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打出个样来。敌人的车队来了，注意隐蔽。峡谷は曲がりが多く凸凹で早く進めません。この道師団長殿は来たことがあったぞ。ロバで来たそうですね。そうだな、車で来たなら我らにこの道を通らせるはずがない。気をつけて早く進め。はいはい。团长，日军已进入687团设伏位置，正朝我们这边开过来了。有汽车170多辆，马车、炮车200多辆，还有大批骑兵。通知各营，准备战斗。是。哎，李团长，敌人的数量太多了，您的指挥所是不是离前沿太近了？山地伏击作战，离前沿近一点，容易观察，便于指挥。团长，敌人接近一营阵地了。命令部队注意隐蔽，没有命令不许开枪。是。团长，你看，我们总算把敌人等来了。先别着急，把这批鬼子放回去，交给685团。
我们打后面的。也别放太多，放太多吃不消。没关系，我们八路军胃口可好得很呐。鬼子的车真多，车多有啥了不起？一顿手榴弹就炸成破铜烂铁了。你看他们当官的骑的马真漂亮，我们团长骑上它，肯定比他们更威武。怎么还不打？再不打，敌人都快走光了。急什么？看见后面山坡了没有？那是林师长的指挥部。等山顶上升起红旗，咱们这里就开打。师长，还等什么？杨成武，向师长报告。师长，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了。是。师长。止まれ！前進をやめ！开始。
人比较多，战斗不会很快结束。我们包围了一个连队，687团一定要堵住敌人。 哪怕就剩我一个，也不会放鬼子过去。先等一会儿，大营马上就来了。这里是平型关战场口袋口，绝不允许放过一个敌人。是。平型关一战，第115师共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毙日军中佐2人，缴获日军汽车100余辆，小摩托车3辆，92步兵炮1门，7375山炮弹2000余发，步枪300余支，机关枪20余挺。八路军大捷，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胜利，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2年前ロバで通った時もこうだった。え？Darling， 夫人，来。怎么，打了大胜仗也看不出来你高兴啊？这也叫大胜仗吗？你不会是嫉妒自己的下级了吧？嗯？我嫉妒？你是指领彪啊？他也是我黄埔时期的学生。不过不要看他是死气，比起他的学长，他是个难得的将才。距七七事变77天后的平型关胜利，给1937年秋天留下的，不仅仅是斩杀日军1000余人的一次战斗捷报，而是让每一名匍匐在战壕里的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兄弟，每一名等待冲锋号声响起的第115师、120师、129师热血而南，在心底埋下了一颗胜利的种子。胜利源自内心深深的渴望，抗战胜利，亟待4万5千万同胞的心心相系，同气、同声、同力，同仇敌忾。主任，主任，师长刚刚躺下。我这可是有重要的核电，一定要向师长报告。肖主任，进来吧。臭小子，让开吧。是。师长。师长。师长，这是第2战区严长官的电报。这是第2战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的电报，还有第2战区，还有这是刚刚收到的朱德总司令转发蒋介石的电报。师长，我给你念啊。25日电西，25日一战，监寇如麻，卒危，官兵用命，甚堪加位。上西。师长，师长。聂副师长，这115师林彪庆祝我军的第1个胜利。是主席发来的。我是3个没想到，没想到共产党整编以后展开的这么快。第2个没想到是。展开以后，在山西，他们居然和阎锡山合作的那么好。第3个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捷报传来。这是好事。难道你们不希望他们打胜仗吗？那倒也不是。不管怎么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嘛。不过，这次整编开赴前线。共产党可谓是绞尽了脑子啊！我们和毛泽东交手了这么多年，你以为他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吗？哼！
司令官殿、本師団は平家間により敵の待ち伏せに遭い、皇軍に開戦以来の甚大な被害を出してしまいました。それは全て自分に責任があります。それほど大事ではない。主張部隊をなくしたが、延釈山の第17軍33軍を壊滅させ、山西省西北の口を開けたではないか。共産党作戦においては東条は東北で抗日連合軍と何年か戦い、板垣は初めてだった。悪いことに最初に遭遇したのが中京の精鋭部隊の主力だった。115師は戦術に長け、行動も果敢、しかも強靭な意志を持っておりました。板垣さん、座ってください。そのゲリラ戦の勝利効果を利用して、奴ら、平家間での戦いでは、皇軍には勝てないという神話を一掃して、我々に一撃を食らわせたわけですよ。そこでだ。皇軍には勝つことはできないという神話を改めて作り上げる必要がある。政治的には、河北に、反共、反省、そして親日の政権を打ち立て、精神的には、日本に抵抗するという意志を徹底的に消滅させる。そのためには、戦場における奇跡的勝利が前提となる。が、この奇跡を作り上げれるのは、まさしく、板垣清次郎、あんただ。わかりました。これは罪を償う機会であります。罪を償うというのではない。さらなる勲功を打ち立てるのだ。司令官殿、このまま半分の師団で源平と大元を討てます。よろしい。独立第2旅団、独立第15旅団、そして第20師団をもって全力をもって支援する。はい。東条。近郊大燕戦役の後半では板垣師団が戦場の主役となる。全力をもって応援するように。猛強兵団は岩門関方面で積極的に動くはずです。板垣師団の戦場での奇跡を成功させ、皇軍には勝てないという神話を作り上げましょう。忻口的得失是本次战役的关键。我军应集中10个师的兵力，依托忻口及周边地区，形成固若金汤的防御。报告，周来先生到了。请进。是。你好，严长官。好。请坐。好，请。大家先认识一下，这位是中共代表周恩来先生。这位是129师的徐副师长。严长官让我们帮2战区拟定的对日作战计划，徐向前同志已经做好了，请过目。昨天才交办的事，今天就完成了。向前老弟真不愧是奇才呀！过奖了。毛泽东主席托我转告阎锡山长官，目前河北战区不利，日军很有可能沿正太铁路向山西进犯，因此，山西战场最大的关键并不是北面的忻口，而是东面的娘子关和龙泉关。娘子关不要紧，我已经派了第17师去那里防守了。1个师不够，至少要派3到4个主力师。
娘子关地形险峻，我看有一个师在那里就足够了。毛主席还有个建议，本次战役不能只做简单的阵地防御，还应该在敌人的两翼进行夹击，打乱日军的部署。好，我看这样吧，周先生远道而来，路途劳顿，不如先稍事休息，我们过后再做详谈。也好。请。杞人忧天嘛！正太铁路有留置的10几万中央军在那守着，日军怎么可能攻打娘子关呢？如果真如毛泽东所说的话，一旦被日军攻克了娘子关，忻口腹背受敌，那么战局立刻就有坍塌的危险了。那不可能。他毛泽东到过山西吗？他了解山西的地形吗？山西的事情，还是我们山西人最清楚。那我这个安徽人就没有发言权了。报告，电报。老毛，你看一下阎锡山的电报。这个阎锡山啊，鼠目寸光，患得患失。看来阎锡山不会接受我们的建议。组织混乱，战术怠办，这个领导者又缺乏战略意识。山西啊，局势危险了。是啊，那么依主席的判断，山西的正规战还能坚持多久？很短，会很短暂。阎锡山的正规战啊，必败，我们必须要承担起游击战的责任来。华北战局未来的重点不在太原，而在于太行山。只要太行山脉还在我手，我们就必能有所作为。129师现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现正在富平县一带集结待命。好，通知他们立即出发，开赴正太路南北地区。是。日军参加太原会战的兵力为1个师团，另2个连队、3个旅团、5个大队，大约近10万人，配备350多门大炮、150多辆战车和300余架飞机，由板垣征四郎指挥。八路军、中央军、晋绥军共集中了约30个师、13个旅，约28万众，在忻口一线布阵阻击日军，由卫立煌担任前敌总指挥。忻口最先打响，战斗惨烈。10月13日，日军调集5000余兵力，在飞机、大炮和战车的掩护下，向忻口中央阵地南怀化猛攻，试图实施中央突破。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南怀化阵地几乎被夷为平地。两军陷入焦灼状态。好，我知道了。忻口的战斗打得好。报告，朱总司令来电。敌第5师团及混成第1旅团明天可能会进攻忻口镇，最好在雁门关由北向南袭击大牛店之侧背。告诉358旅旅长张苏勋，机会来了。
就是这儿了。部队都开进阵地了吗？所有参战部队都已到达预定位置。打！制各部，打扫战场，迅速撤离。是。快点啊！来，大巴车接好了啊！来，这边，来，快，轻点，快点啊！使劲！你说的很对啊，这个位置。哟，研究什么呢？你们两个？师长，我正要找您汇报呢。我有个想法，我想再打一场伏击。好啊，在什么地方？我想靠敌人再近一点，在十里铺附近。老肖，你说呢？非常妙。敌人是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们把攻击点往前移，出奇制胜。但是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和教训。我们八路军跟日本人打仗，现在已经不是红军的时期了。还是毛主席说的好啊，我们一定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发报，蒋委员长、参谋总长，八路军120师藏宗训旅昨日在郭县以北十里铺设伏，摧毁日军汽车12辆及大批物资和给养，击毙日军56名，无俘虏。委员长，今天上午有50辆满载日军伤员的车从代县向大营运去，12时又有30辆满载步兵的车从大营出来，去了樊志，没走多远，还没进入我们的伏击地就回去了。我觉得这肯定是八路军侧面阻击起的作用。这一次的战役，共产党是功不可没啊。他们利用了有利地形，配合了我国军，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八路军的侧面支持是成功的，这就给我们的正面阻击争取了时间呢。毛主席发来电报指出，敌于太原已志在必得，此事的部署应远看一步。关于在沦陷区成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事情，也要抓紧办。
这个战总会啊，由各抗日群众团体共同组成，但是一定要由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主导。阎锡山起先听说沦陷区的工作要由共产党来领导，还有些不大高兴。后来我跟他说，现在把沦陷区交给共产党是送了一个大人情，如果不让，那些地方反正也是被日本人占着，八路军自己穿插进去，你连个人情也捞不到。他想了想，也就答应了。这个阎老仙啊，很会打小算盘哦。报告，阎锡山的车子到门口了，他们说要见周副主席。哦，阎锡山回太原了，走，迎一下。阎长官，欢迎啊，周先生。你好，你好。阎长官从前线下来了，幸会，幸会，快请进，请。阎长官，请。啊。啊，请坐。阎长官，请坐，请。我真是后悔没有听你们的意见呐！没想到刘志那家伙竟然擅自放弃石门，让志军沿正太线直扑娘子关，弄得我山西的战局简直无法收拾啊！从目前的情况看，娘子关失守，恐怕是难以避免了。娘子关失守，忻口一线腹背受敌。现在的关键是要赶紧把忻口的主力撤退下来，重新布置太原防御。可现在，除了精髓军之外，中央军、西北军、川军各部要么损失惨重，要么不听调遣。周先生，八路军能有平型关大捷那样的战绩，足见其实力不凡呐。在这关键时刻，能否再助我一臂之力？我们八路军115师和120师目前正处于战场的外线，我们可以命令他们在敌人侧后展开行动，来牵制日军。另外，129师也已进入山西，现在正急速赶往战场。请阎长官放心，八路军一定以积极的行动配合正面作战，延缓日军的攻势，尽可能为您争取时间。关键时刻，还是八路军靠得住，还是你们够朋友啊！皇軍の顔に泥を塗りおって名誉失墜だ。輸送車両部隊は白昼にもかかわらずなぜ進んでいなかったのか。ありのままをお話しして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いえ、師団長、近郊開戦以来我が両翼は襲撃を絶えず受けてきました。大牛店では車両40台を失いました。高麗ではさらに馬車100台を奪われ、騎兵小隊は待ち伏せに遭い、その上。もうよい。皇軍の侵攻を止めることでそれが許されると思っているのか。貴様らの物資が届かなかったおかげで弾薬、ガソリン、食料全て不足し、侵攻も止まらざるを得なかったではないか。師団長との陸路による輸送が難しい以上、前線部隊への補給ができません。海軍航空隊からの支援を求め、作戦物資を投下してください。しかし滑走路はどうだ。滑走路が出来上がり、すぐ使えますが、陽明峰にあります。
师长，这几天部队也有反应。快！我们刚刚和敌人接上火，日军的飞机就到了，几次设伏都被飞机给搅了。去，把陈锡联叫来。是。师长，近几天，敌人的飞机来得很频繁，对我们的行动构成很大的威胁。中央集团军战报上说，敌人的飞机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对忻口的战役影响很大。可是没办法呀，他们在天上，咱们在地下，又没有高射炮，咱们步枪够不着他呀。我是说，在这附近，可能有敌人的机场。真的？你带几个人去侦察一下。以我的判断，这机场应该在铁路的边上。是。这就是阳明堡镇，这里住了大约500日军。这有一条铁道，这个小站叫阳明堡站，这是公路。阳明堡站往南20里的地方就是机场。这个机场大概是这样的，兵营在机场的南边，老乡说大概有几十人，但是根据我们对兵营大小的判断，应该有100人到200人之间。我看这仗这么打，10连12连，从东面和南面进入机场，打他们的兵营；11连直接进机场，打掉他们的飞机。赵营长，有，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是。陈锡联同志，你带着1营和2营摆在阳明堡镇和铁路之间，机场一打响，敌人肯定派兵增援，到时候你给我截住他们，狠狠地打他们一下。是。打掉这么多飞机，用枪恐怕起不了多大作用，靠炮行动不方便。李达同志，你给他们集中一些手榴弹怎么样？好。能给他们多少？咱们全师一共有6000多枚，给他们准备500枚。好。同志们，如果打好这一仗，就是我们129师的平型关，是我们八路军第2次平型关。张参谋，有，马上把这一消息电告给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同时电告延安毛主席。是。去准备吧。是。哎，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谢谢那位老乡啊。那个就是大照灯，灯光很亮，听说很厉害啊。老乡，我知道。同志们，下！第一小组上，上！
飞机！なんだこれは。将軍、これバカ者！はっ！気をつけ！敬礼！休め！どうした？どうしたんだ？将軍殿、後方の補給が間に合いません。今や何もなく、中国人から食料を調達しましたが、皆泡で食べると気管に入ってしまいます。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か。はい。留在阳明堡的103个兄弟，只想出来30人，向三营长老赵，什么都没留下，一共炸毁日军飞机24架。同志们，为了表彰我们在阳明堡的战绩，国民政府奖励2万元。陕西各界人士募捐2。心情我能理解。阳明堡的战斗，没有老百姓是打不赢的。老百姓的大恩大德，不是能用这1块银元换得来的。我们从红军到今天的八路军，每天都离不开老百姓。怎么报答？只有一句话：抗战！我们用8年、10年的抗战，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还这份人情。我们要还给中国老百姓一个天下太平的日子。坚决抗战到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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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胞们，同学们，尽我们血染的山河，
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我们现在筹奉一些国币，并非一次慷慨，所以愿将这些小款项改为医疗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果伤在战。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同胞们，抗战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淞沪战役打响以来啊，从8月13日到今天，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上海，上海的军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创造了很多奇迹，日军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也可能极大刺激了日本政府，膨胀他们想加速占领中国的野心。我们往后的日子啊，可能会更加难过呀。报告，加急电报。主席，看来129师又有行动了。你看一下。给朱德、彭德怀发电，一定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坚定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让中国人民知道，中国绝不会灭亡。报告师长，772团副团长王进山奉命驰援石门关。不必去了，石门关已经失守了。失守了？这帮国民党兵就不能多坚持一阵吗？可日军在占领石门关之后，却突然停下来不走了。你想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在等援兵？不对，是他们的弹药不足了，在等辎重队。哼哼，脑袋瓜够灵的。这条路是七根村外唯一的一条通道，山势陡峭，道路崎岖啊，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因此，我命令你们在七根村设伏，消灭日军的辎重队。记住，必须切断石门关日军主力的后勤补给，为正面战场的友军争取更多的时间。是，保证完成任务。这一仗打死日军300人，缴获骡马300多匹。至于枪支弹药还有其他军用品，那可就多了。师长，有几匹战马还真不错，正好可以给您和陈赓旅长。坐。哎，来喝口水。谢谢师长。别急着送礼，先说说你们这一仗的优缺点。优点嘛很多，比如战斗勇敢、冲锋坚决、积极性高，充分利用了敌人的狂妄骄傲，打了他一个出其不意。缺点呢？缺点就是特务排不遵守纪律，
派他们去警戒敌人的增援，可仗一打响，他们就全跑回来拼刺刀了。再有不爱惜战利品，缴获了胶卷也扯开来看，结果全曝光了。还有呢？没有了。好，那我补充一条，你们这次设伏是在陡峭的山坡，伏击阵地距敌人不过40-50米，在这样的距离上，用什么武器杀伤力最大？是手榴弹。可你们呢？先是用枪打，接着就是拼刺刀，没有充分发挥手榴弹的优势。明白了，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别说下次了，明天再打一仗怎么样？明天就打。好啊，在哪里打？走走走。石门关的鬼子没有得到弹药补给，一定会很着急。后方的日军基地因此也肯定会再派自重队出来。既然这里是敌人的运输要道，我们就在老地方再打他一次伏击。原地再次设伏，这时隔1天老戏重演，你觉得不可能，鬼子也会觉得不可能。毕竟用兵不复，兵不重伏，本是兵家的常识嘛。但我们这次就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同志们，给我打！军第120师、第129师先后进行了雁门关、阳明堡和七亘村等战斗，连战连捷，切断了日军多处运输线，有力配合了忻口防御，从而也使太原会战成为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军在战役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会战。这位徐向前副市长是我的五台老乡，当初他带着几万人，又缺枪又缺子弹，可蒋介石搅了好几年都没能把他搅垮，真是将才啊！是啊，是啊。原以为盖世猛将一定是身材魁梧、怒发冲冠的，却没想到徐将军文质彬彬。倒像个教书先生一般呐。好，好。这位是周恩来周先生。周先生好啊，周先生好。周先生的文韬武略，我们已是久仰了的。好，是啊。我们有严长官做领导，有我们山西的军民做后盾。只要我们全体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持久的跟鬼子干，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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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坐下。我看了你们写来的报告，说是八路军不打算在正面战场作战。好。正面阻击的打法胜算小，损失大。日军现在正想速战速决，希望我们集中兵力与他们决战，这样就可以借助其飞机大炮优势，大量杀伤我军。不能上这个当啊！既然你们不守正面，那就让傅作义来干吧。我们八路军不赞成正面与敌人硬拼，但可以实施游击战术，牵制敌军。请。
那就请你们多操操心了。好，副将军，决定由你守城了。弃土，莫如守土光荣。太原城就由我来守吧，此意为鬼雄吗？副将军英勇善战，誓死抗日，这一点我们是信赖的。现在敌人的力量比我们强大得多，这就决定了战争的性质是持久战争。因此，所谓焦土抗战的主张，其实是不可取的。周先生说的有道理，但不管怎么样，军人终归是守土有责吧。如果需要的时候，还请贵军多加援手。这一点你放心，我们八路军一定会竭尽全力的。之前的平型关和忻口战役足可以证明这一点。好，那我在这里就预先谢谢了。11月4日，阎锡山任命傅作义为太原城防司令。卫立煌决心，以忻口退下来的部队据守太原北郊，以娘子关退下来的部队防守太原东郊，以第35军约19个营的旅残部担任太原城防。太原会战历时1月有余。此战，中国参战军队总数58万人，共毙伤日军2万多人。八路军从8月出师山西，到11月太原失陷，以不足4.5万兵力、缺枪少弹的劣势装备，作战100余次，歼灭日军1万余众，占整个太原会战歼敌总数的近1半。小心点。好了，后面再快点，快点，一个一个来，快点，跟上，跟上啊！给我吧，来，跟上，帮我拿一下。快点，快点，走吧。后面来，给我吧。这边。知道。左侧到。来，王八菜，王八菜，王八菜，弄起弄个王八菜。好，走，走吧。弄个王八菜好了啦，先生，做王八菜了，先生，王八菜，做王八菜了。啊，许志健，先生去哪里？先生去哪里？好的，好的，好的了。聞いてた話と違うわ。どうしてこんなに悲惨なの？戦争とはこういうものさ。请过来，请过来。救我！救救我！救救！救救！救救我！大丈夫ですか？救我！没事的，你可以走，没事的。どうしたの？日本人，呸！日本人，呸！滚！没事吧？来，英子，咱们走吧，走吧。这太危险了。委座，大场失守，日军已突破我军防线，在此情况下，再防守闸北已经毫无意义。把部队撤到苏州河以南，留下88师。委座，让88师单独留守闸北，这就是白白断送了。莫三，淞沪之战不仅关乎军事，还关乎着政治。11月上旬，国际联盟组织要在比利时召开一个解决中日争端的专门会议，而88师是闸北的主力，备受瞩目。在国联会议期间，他们必须留在闸北。委座的训示
属下明白了。我们要抓住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引起国际视听，把我军坚决抵抗的态度传到国联会场，一起换取友邦的同情和支持。至于留多少兵力，你和孙元良去商量吧。报告，524团中小团副谢晋元向您报道。少校团副上官志彪，一营营长杨瑞福，一连连长陶新春向您报道。2连连长邓英向您报道。3连代理连长唐迪向您报道。金乡连连长雷雄向您报道。任务都清楚了吗？清楚了。以战斗到最后一人的精神，为中华民族正人格。手头的兵力有多少？以524团1营为基干的一个加强营，连我在内，总共是423人。还需要什么吗？谢谢长官，不需要了。从现在起，我们的阵地就是4行仓库，东南是苏州河和苏界，其他方向全是日本鬼子。所以说，我们是前有强敌，后无退路。师长，您放心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做好了准备了。有你这样的部下，是我孙元良的光荣。师长，咱们来生再见吧。全体注意！我宣布战斗位置：1连在右翼，是；3连左翼，是；2连在仓库西面，走外围防守，是；机枪连在楼顶架设2挺机枪，其余的分配到各领队，是。我的指挥位置：白天在顶楼的观察室，夜间在1线阵地。同志们，从现在开始，部队进入战斗状态。我们马上要切断外援，每人每天1碗黄豆、1碗玉米、半碗水。大家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实在坚持不住了，1颗手榴弹，天堂地府，咱们后会有期。誓与阵地共存亡，誓与阵地共存亡，誓与阵地共存亡。师长，咱们该走了。Why are they still fighting? I saw the Chinese troop leaving Jiabei. Obviously, some soldiers don't want to give up their honor. Poor guys, they will never make it until dawn.
西面没有窗子，只能让2连在街道上组织防御。他们的压力太大了。我派人在西面的墙上开射击孔，但这墙壁实在太厚了，怎么敲也敲不动啊！长官指标。长官指标。有，2连长邓英负伤了，你去接替他的位置，一定要守住阵地。是。忍住，继续住！来，抱安哥的腿，上步了，上步！长官，来了，跟，来，快，来，撕下来，撑住啊！沉住些啊！忍住啊！邓连长，把这包住！怎么样？团长，哎，别动。团长，这墙里好像有个电话。兄弟，撑住啊，兄弟！坚持住！快，再去换一个纱布。哎，好。喂，你好，鄙人是金城银行仓库主任曹一之。我是88师524团谢金云。谢团长你好，这电话是我藏在仓库地下室的，自淞沪开战之后就没有用过。今天看见你们还在闸北坚守，我很激动，所以才冒昧的打了电话。我呀，就是想问问，你问吧。你们还能坚守多久？我不奉命坚守4行仓库，上峰命令我们坚持多久，我们就坚持多久。我们的战斗力有多久，我们就坚守多久。这些话我能转告给新闻界的朋友们吗？当然可以。我还想问一问，你们那里现在还有多少人？800多人。报告团长，报告团长，敌人又进攻了。咱们400多人怎么成800人了？就你实说，一边去。号外，号外！看中国军人致死第2后生，看800壮士坚守4行仓库。号外，号外！看中国军人致死第2后生。号外，号外！看800壮士坚守4行仓库。包纸，来，拿好了。号外，号外，号外！看中国军人致死第2后生。号外，号外！看中国军人致死第2后生。号外，号外！号外！看中国军人致死第2后生。号外！看中国军人致死第2后生。看800壮士坚守4行仓库。看报纸了，给看报纸了。先生，给报纸，给，来，给你1份。拿好了。好军人致死第2后生。那边。They held out for 3 days. It's a miracle. I had no idea they could do it, and they made it. Great warriors, but when it really comes up to it, it's going to be much more difficult. Yes, I think so.
连长，连长，那边是个射击死角，我们根本打不到人呐！打不到人，自己想办法。是。快，抢救伤员，补充弹药，快，快！王明，有，把这个墙给我砸开。是。我来。别说是面墙，就是座山，也要给我砸开它。怎么回事？长官，这上面炸开了个洞。王明，有，重机枪。是，你俩跟我走。是，藏得还挺深呐啊！小鬼子，都给我滚回家吧！Значит, Япония и Китай вступили в полную войну? Да, и этот конфликт носит характер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ой интенсивност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Нанкина уже обеспокоено. Чан Кайши посылает своих посредников и полномоч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в разны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3 ноября Лига наций собирается на совещании в Бельгии.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а по внешним связям Бабкин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ССР. Это хорошо. Это хорошо, если Теркомат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римет участие в заседании в лице Литвинова.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Китая, передайте китайском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что советский народ будет не только помогать военными поставками, мы готовы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Китай и е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Я понял. 委员长，88师已经在苏州河北成功阻击了日军的进攻。
成功坚守了3天3夜。他们在4行仓库的表现引起了租界当局的关注。这回是英国、法国、美国和苏联的报纸对此都做了详尽的报道。很好。Mr. Secretary, Japan has brazenly invaded China, and U.S. is at the moment supplying military parts for them. 92% of steel, 91% of car parts, 60% of oil are supplied by the U.S. And 21% of Japan's imported goods is from Britain. Mr. Aiden, Japan is a resource-strained country. If US and Britain sanction against Japan,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to maintain the large-scale aggression. We have shown sympathy for Chinese misery. But if this moral thing needs to go further, that requires a different consideration. This League of Nations conference is a constructive form. However, it can only provide suggestion. The League of Nations is stepping into a big trap named peace. The maker is telling the invader that what you have robbed belongs to him. Meanwhile, he is also telling the victim that he should be kind and love the enemy. And we all know there is going to be only one result, that constant invasion would happen. This invasion is never going to stop. Justice and peace will never happen. Mr. Gu? Mr. Gu, Soviet Union is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actions against Japan's aggression and has already prepared everything for you. Thank you. 谢谢曹主任，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一定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弟兄们。团长，有什么好消息啊？弟兄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世界各国在比利时召开大会，中国派代表去了，日本人没有参加。哎，团长，小日本子为啥没去啊？他们理亏了，害怕，不敢去了。弟兄们，我们一定要坚持住，日本人都不敢去国联了，只要坚持住，日本人一定会滚出上海。好，大家好好养伤，我们一定会胜利的，我们一定会胜利。是，一定把日本人赶出去，把日本人赶出去。行啊，赶出去。弟兄们，弟兄们！这小日本子都成缩头乌龟了，咱们还躺在这里干什么呀？是啊，帮个忙，望望风，哪怕递个手榴弹也好啊！走。The magic of Asia. Great warriors. One day, if it's possible, I would like to fight with them. United States representative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Statement as inviolable. 7 votes for, none against. The Italian proposal,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hould be held separately. 2 votes for, 2 votes abstention, 3 votes against. As Germany and Japan refus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meeting, League of Nations Council suddenly decided to ban Soviet Unio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members League of Nations to take part in voting on that matter. The Soviet Union has proposed to provide an assistance to China. None for, 7 abstentions. It is ridiculous. Facing the invaders' outrage, the abstention means timidity and shameless. Regarding the imposition of economic sanction against Japan, on behalf of the proposal put forward by China, 0 for, 7 abstentions.
I object. There is no sanction to Japan, and not even to condemn the responsible party, which is totally in contrary to the rule of international civilization axiom.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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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people are fighting for their survival. But you, so-called defender of peace and justice, betray us.兄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我陈蜀生一辈子倒霉。现在我终于走红运了。快，子弹！爷爷的好事。冲下！看爷爷怎么教训你们。我先走一步了。The poor Chinese are being betrayed by politicians. Well, it would be better not to hold a meeting by the National League. At least if there's no meeting, the Japanese are uncertain about the attitud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now, because of the selfishness and weakness of Europe and the US, the Japanese get more arrogant. And you know that will worsen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s well. Yeah.这些没有良心的外国人，为了和日本人做生意，礼义廉耻都不要了。那又能怪谁呢？只能怪我们国人自己不争气。谁说国人不争气啊？你没看到四行仓库的英雄吗？他们抵抗得多么英勇！光靠他们几百人有什么用啊？日本的飞机大炮一来，还是抵挡不住。走吧，走吧，咱们还是回去吧。在这看的也是让人伤心。走走走，走走走。哎，姑娘，姑娘那边危险，别过去！命啊你！姑娘，别过去！哎，姑娘，哎，人呢？这边有人跳水，有人跳水啊！营长，怎么？河里有人，是从租界那边过来的。注意警戒河，压制敌人火力。是，你们两个，跟我来。是是。
别呼！来，小心！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你过河来干什么？我叫杨慧明，是童子军的。童子军，来，跟我来，走。小心啊！报告团长，从河对岸游过来一名童子军，叫杨慧敏。童子军来这儿干什么？带他过来。是。带过来。杨慧敏，战场上这么危险，你来做什么？谢团长，国联大会已经开完了，他们没有接受中国的主张。这件事，银行的曹主任已经在电话里告诉我了。没关系的，抵抗日本侵略，还是要靠我们中国人。四行仓库坚守了4天4夜后，接到最高统帅部的撤退命令，淞沪会战结束。1937年11月12日，上海市长于鸿钧沉痛宣告，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百姓为逃避日军的烧杀淫掳，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园，朝内陆奔去。上海沦陷后，日军全面进驻上海，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南区域和法租界陷入了日军铁蹄的包围，沦为孤岛。众所周知，八路军在前线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咱们的八路军呢，现在可以叫铁军了。希望我们的部队都是铁军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这也包括你们新四军，都应当成为打击敌人的铁拳头啊。现在啊，全国都在学习八路军的打法，就是活打，而不是死打。更重要的是，要执行共产党提出来的10大纲领，动员4万民众一起参加抗战，组织他们，武装他们，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听了主席的话，真的是很受启发。建立新四军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坚持抗战。坚持抗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会的。你是名将，我们都很敬佩你。铁军是光荣的，你也是光荣的呀。可是，我觉得作为共产党员更光荣。你的心思我明白，你想回到党内的想法，我们都反反复复研究了好多次。你和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很熟，蒋先生也很重视你。留在那里比回到党内开展工作要顺利得多呀。你要知道，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部队，只要坚决地听从党的指挥，
你呀，就永远是中国共产党最优秀的党员。你放心，主席，这次来延安受到了如此的欢迎，我十分感动，让我这颗漂泊的心终于有了归宿。党又委我以重任，让我的报国之志有了施展的机会。千言万语一句话，我也听党的。好啊，今天我请你吃红烧肉啊！来，新四军现在已宣告成立，但是部队改变千头万绪，你要和叶挺军长好好合作啊！放心吧，主席。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回到党内，但是你知道，他是名将，而且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呐。这个我知道。好啊，回去好好工作。陈毅和苏玉他们已经在歙县等着你们呢。主席，那我先走了。主席，两个人都谈过了。谈了，坐吧。两个人都谈了，而且还带他们去了很多地方啊。他们对于建立新四军充满信心，很是高兴啊。蒋介石也命令上海开始撤退。上海失守了，那么南京呢，也将不保了。所以，江南应该有抗日的中坚力量，也许是咱们的新四军。应该就是我们的新四军。江淮平原上，中国军民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撤退。北路沿京沪铁路撤往南京方向，南路沿苏州河撤往杭州方向。日军战机紧追不舍，一路空袭，撤退军民伤亡惨重。上海派遣軍としても即刻南京に侵攻することを希望する。南京が陥落すれば蒋介石の中央政権は首都を持たない地方政権になり下がるし、誰も中国政府の言うことを聞かなくなる。これは我が国の品問題の根本的解決に役立つものである。日章旗を中国の首都に掲げることは豊臣秀吉以来日本の武士全体の夢だったが、その夢がいよいよ現実に近づいた。よし、やろう。東京へは私から話す。松井さん、柳川さん、二人は宇治川の先陣争いにおける佐々木高綱と梶原景末のように南京城に大日本帝国の普及の功績を打ち立てよう。はっ！太原和上海都实现了，中国完了。其实你可以和日本谈。你在想什么啊？
日本人现在节节胜利，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还拿什么和人家谈呢？中国。我去过德国大使那儿，他说，谈判的大门还开着。Nice to meet you。中国政府对贵国政府调解中日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努力，我们表示感谢。我们不希望这里有战争，为此我们送来的文件，阁下都看了吗？看过了，一个字不差。日本方面有什么修改吗？一字未改。我想问一句，如果我们答应条件和谈，他日本能够从南京城下撤走他的10几万大军吗？有这个可能，至少广田外相希望早日结束战争。那好，请贵国转告日方，给我1天时间。好，那我就替日本人等您24小時。渦中方面では上海周辺での成果に乗じ、時を移さず果敢なる追撃を行っております。統帥部といたしましては、陛下の勅命の上にて南京に侵攻を検討しております。南京？南京？当前的形势，我想有必要让在座的各位都清楚地认识到，国联已经不能够解决日本问题。国际社会就是通过外交的途径，也没有解决的可能性。而倭寇方面送来8项无弹的条款，同日向南京开过来8个师团。下面就请赵明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无弹的条款。停战谈判要点：1. 取消塘沽、和美协议、土肥原贤2、秦德纯之协定。2. 取消冀察、冀东两政府。3. 设立包括卢沟桥在内的河北省非武装地带。4. 撤退增派的日军，调整邦交方案。这满洲国是不是东北加蒙古就都归日本了？诸位，日本国提出的8个条件是苛刻了一些。南京已兵临城下，如果首都变成一片焦土，那何以为国？所以我们干嘛要用激烈情绪去激怒日本人呢？温和一点不是更好？因此，我提议，原则上以接受日本的8项条件为基础，尽快跟日本人谈判。